周一，美国多家能源巨头高管发声，不少公司在油价接近$100之际也选择不增产，称美国能源政策不连贯令石油生产受阻。有巨头呼应摩根大通近日的油价$150超级周期之说，称如果美国政府不作为，油价将涨向这一水平。另外，许多策略师转多之际，标普500指数却遭遇了6个月来最糟糕的一段时间。美银策略师更是高呼市场越看空，美股年底反弹可能更大。最后，我们观察到，尽管日元继续贬值，但害怕日本真的下场干预，日元空头开始小心翼翼，每日陷入1年半以来最窄月度交易区间。那日元到底走弱到什么程度，当局才会干预呢？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财经老师说，带您用宏观经济解读世界金融市场。如果您也有不动产买卖相关问题，以及股市投资经验的看法分享，都欢迎留言或私讯我们。另外，我会不定期在社群贴文分享近期不错的房产物件和值得注意的类股以及投资个股。如果您也喜欢这样的内容，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通知哦。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周一，西方石油、雪佛龙及大陆能源等美国多家能源巨头高管发声，不少公司在油价接近$100之际也选择不增产，称美国能源政策不连贯令石油生产受阻。有巨头呼应摩根大通近日的油价$150超级周期之说，称如果美国政府不作为，油价将涨向这一水平。西方石油公司 CEO 周一表示，在一个看不到平衡的市场上，我们不会大幅增加石油产量，只有当我们看到市场平衡时才会增加产量。即便如此，石油产量也会以适度的速度增加。他指出，石油生产商们已经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这次将小心谨慎，不会仅仅因为油价上涨就向市场注入大量原油，这里有更多的几率。如何做得更好，避免让市场供过于求。同日，雪佛龙 CEO 表示，美国能源政策不连贯，这令石油生产受阻。我听到人们说，我们的产量已恢复到创纪录的水平，然而如果有更好的政策，我们将超越这个水平。他认为能源政策需要平衡，环境问题与可负担性和可靠性并保持稳定。我们确实需要更加一致、更加可预测和持久的政策，以支持我们经济最大的部门，也是我们持续拥有全球竞争力的最大单一杠杆。近日，摩根大通高呼原油超级周期回归，预言油价将飙升至$150，未来10年将出现多次能源危机，短期或中期内油价可能会升至每桶$150，比不油当前的价格高出约60%。预计到2030年，全球石油缺口扩大到每日710万桶。摩根大通的原油市场判断颇为准确，在2013到2019年期间一直看跌油价，随后于2020年推出了超期周期系列报告，今年以来则一直处于观望状态。对许多华尔街策略师来说，今年又是打脸的一年，他们历来以看多著称，且今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表示美国股市将在2023年收低，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标普500指数在上半年上涨了16%，随着美股越涨越凶，许多策略师纷纷转多并成为乐观派，而他们的转向正好赶上标普500指数遭遇6个月来最糟糕的一段时间。美国银行和法国兴业银行最近都上调了对标普500指数2023年的年终预期，预计该指数将分别向4600点和4750点回升。就连富国银行也预计标普500指数将跃升至4600点，然后在今年年底再次回落。考虑到标普500指数周五收于4320附近，上述预测颇为大胆。标普500指数自8月以来一直风雨飘摇，因为交易员越来越担心美联储将接受更长时间的高利率。花旗和高盛等大行的策略师未能预测到今年上半年的涨幅后，对美股更加乐观。标普500指数上周四下跌1.6%，跌破了2023年市场对该指数4366点的平均预测。此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重申了抑制通胀的承诺，这是自3月份地区银行业危机震惊市场以来，该指数首次低于华尔街对年底的普遍预测。即便如此，随着美国经济的弹性消除了对经济衰退的担忧，标普500指数今年仍上涨了13%。相反，投资者可能会转而关注企业盈利的复苏，
华尔街的一些分析师认为，这是美国股市进一步上涨的催化剂。美国银行的策略师 Savita Subramanian 在一项追踪1999年至2022年股市表现的分析中发现，在策略师预测下跌的时期，标普500指数的年中收益率较高，平均收益率也高于预期。他在上周的一份报告中写道，简而言之，看跌的预测使得美股年底反弹的可能性更大。Subramanian 曾正确预测2022年股市将出现抛售，他是今年第一批转为看涨的预测者之一。他上周再次上调了自己的预测，称宏观周期指标、估值和仓位都发出了积极信号。随着 IPO 市场重新开启，近期将有大量新股上市，标普500指数将触及4600点，然后在年底前再次回落至4420点。与此同时，法国兴业银行的策略师也对此持类似的乐观态度。他预计到今年年底，标普500指数将触及4750点，然后在消费者支出紧缩和商业环境恶化的情况下，到2024年年中回落至3800点。他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说，换句话说，我们近期保持看涨，尽管2024年可能会出现紧张情绪。尽管日元继续贬值，但由于害怕日本的干预威胁成真，日元空头仍不敢肆意妄为。美元对日元处于1年半以来最窄的月度交易区间，尽管美元对日元周一早些时候触及10个月来的最高点，但美元对日元9月内最高点和最低点之间的差距仅为 2.8%。7月份，日本央行出人意料地调整了其 ICC 政策，当时这一区间几乎较9月翻了一番，达到 5.6%。周一欧盘，美元对日元运行在 148.50 附近，正不断逼近150的重要心理关口。尽管日美两国之间巨大的利差推动了日元贬值，但日本政府官员的多次警告使日元空头不敢继续大张旗鼓做空。上周五，日本央行维持其负利率和 ICC 政策不变。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说，背景没有太大变化，这打消了人们对该央行将在年底前退出负利率的猜测。植田和男周一发表的讲话也未能对日元产生任何直接可见的影响。他表示，工资和通胀的可持续性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实现日本央行 2% 的通胀目标，并同时实现工资增长的目标尚未出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上周表示，日本将保持高度警惕，并对汇率的过度波动采取必要行动。日本财务省最高汇率官员神田真人表示，他正与美国同行保持密切联系，并补充说，双方都认为过度的汇率变动是不受欢迎的。澳大利亚国民银行策略师周一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写道，如果日本央行和财务省一致，不希望看到美元对日元进一步升值，新一轮干预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一行动旨在为日本央行政策转变的条件得到确认之前争取更多时间。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里。你也喜欢用宏观经济看全球投资的机会吗？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记得帮我点赞以及订阅分享， YouTube 的大数据就会再推荐类似的影片给你哦。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了，拜拜。